这些天，一份来自湖北第二师范马克思主义学院贺海波教授的调研报告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报告揭示了令人震惊的现实：中国众多县乡财政已经难以维系基本运转，一些地方甚至连公务员工资都难以按时发放。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财政困难的压力下，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对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进行苛刻管理。贺教授在调研中发现，有的地方竟然规定厨房的碗筷必须按大小顺序摆放，卧室的被子必须叠成豆腐块，甚至连农民在自家院子里堆放柴火都要受到限制。违反这些规定，罚款。在西部某个乡镇，贺教授发现当地政府因盲目投资项目，已经背负了4000万元债务。按照当地3万人口计算，相当于每个居民都要承担1.3万元的债务。这样的情况在全国并不罕见。更让人震惊的是，投资近1000万的蔬菜大棚早已荒废，杂草丛生，成为一个个烂尾工程的典型代表。在这种财政困境下，地方政府开始寻找各种创收渠道。从今年12月1日起，中国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征水资源税。根据官方2023年发布的数据，全国用水总量高达5906.5亿立方米。按此计算，这项新税种每年将给老百姓增加上千亿的负担。北京地下水最低每立方米要收4元，而四川地表水最低每立方米收取0.1元。这意味着不仅喝水要多交钱，就连农民浇地也要缴税。更可怕的是，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创收，开始了所谓的远洋捕捞行动。这种行为本质上就是跨省抓捕异地企业家，以各种理由进行罚款。据最新统计，仅广州一地就有近万家企业遭遇这种执法。河南某县以诈骗罪为由，跨省抓捕深圳一家拍卖公司47名员工。重庆某县更是出动300多名警力到杭州，一次性抓捕155人。在基层治理方面，数据造假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某西部省份一个乡镇申报 GDP 增长 8.5%， 但当地用电量同比下降 15%， 货运量下降 23%， 企业开工率不足 60%。这些数字间的巨大矛盾令人不寒而栗。一些地方政府的创新性收费项目更是令人瞠目结舌。农村环境整治中，院子里堆放农具要罚款50到200元，晾晒衣物不整齐罚款30到100元，门前停放3轮车罚款100到300元。城市里也不例外，阳台晾衣每月收费20元，门前摆放花盆每盆每年要交50元，电动车充电还要额外加收1元管理费。这种困境的根源在于土地财政的崩塌。2024年前8个月，全国土地出让金同比下降 52%， 超过 40% 的3、4线城市土地拍卖遭遇流拍，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同比下降 63%。税收入也在持续萎缩，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分别同比下降 15%、23%和 18%。这种困境正在加速民营企业外逃。据不完全统计，2024年已有超过10万家企业选择注销或外迁，部分地区民营企业开工率低于 50%， 新增注册企业数量同比下降 45%。农民返贫风险也在加大，各种名目的罚款和收费占用了大量农民收入，部分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出现负增长。更令人担忧的是社会矛盾的激化。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基层干部私下表示，现在上面考核的指标里，创收排在第1位，创新、服务什么的都往后排。这种情况下，基层干部不得不想方设法创收，但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透支政府公信力。面对这种局面，一些专家建议中央政府
要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严禁地方政府违规收费，建立科学的政绩考核体系，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但在经济持续下行的背景下，这些建议能否真正落实，还需打个问号。在东部沿海某省，情况也不容乐观。当地一位企业主无奈地表示，现在各个部门轮番来检查，一个月光罚款就交了10几万。最离谱的是，同样的问题，不同部门都要开罚单，简直是在榨干企业的最后一滴血。贺教授在调研中还发现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地方政府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开始不惜代价的创新。比如，某县投资3000万建设了一个所谓的智慧城市平台，声称要用人工智能监控整个县城的环境卫生状况。结果平台上线后根本无法正常运行，但相关部门仍然按照系统的数据对居民进行处罚。在农村地区，情况更加令人揪心。某村委会规定，村民私自在自家院子里种菜要收取土地使用管理费，每平米每年2元。一位78岁的老农气愤地说，祖祖辈辈都在自家院子里种菜，现在却要收费，这不是在逼我们放弃种地吗？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一些地方开始对水塘、池塘收取水面管理费。某乡镇甚至规定，农户家里养鸡鸭要办理散养许可证，每年收费200元。不少农民感叹，现在连呼吸的空气都得小心翼翼的，生怕哪个动作不对就要被罚款。在城市里，各种名目的收费也让市民叫苦不迭。某小区业主反映，今年新增的垃圾分类督导费、公共空间管理费、节能减排指导费等10几项收费，每户每月要多支出200多元。更离谱的是，有的地方开始对居民家中的宠物收取环境影响费，养一只猫每年要交300元，养狗则要交500元。一位基层财政部门的工作人员透露，现在很多地方都在开源节流，但实际上是在竭泽而渔。他说，去年我们部门的罚款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已经超过了30%，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但即便如此，财政收支的缺口仍在不断扩大。专家分析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其深层次原因。首先，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低迷导致土地财政收入大幅下降。据统计，2024年前3季度，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同比下降超过60%，一些地方的土地拍卖会场甚至出现无人问津的尴尬局面。其次，制造业持续萎缩，也让地方税收收入雪上加霜。某经济发达省份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已有超过2000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停产或转移，直接导致地方税收减少近100亿元。第三，疫情过后的消费复苏远低于预期。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24年前3季度，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比去年同期增长2.3%，远低于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5.5%的目标。一些2、3线城市的商业区店铺空置率高达30%以上，这进一步加剧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正如一位基层干部所说，现在的情况就像是在冰面上行走，每个人都知道冰面在变薄，但却不得不继续往前走。这种困境不仅反映了地方财政的窘境，更折射出整个经济体系的深层次问题。如果不能及时调整，这种恶性循环带来的后果恐怕会更加严重。面对这场持续深化的危机，我们不禁要问，中国的地方治理究竟走向何方？当前这种靠罚款、收费维持运转的模式显然难以为继，但新的出路在哪里？这些问题都需要决策层认真思考，并尽快找到解决方案。否则，这场始于财政的危机，最终可能演变成一场影响全局的系统性风险。